网传视频显示，中国东方航空一客机星期天在停机坪上应急滑梯突然被放出，涉事航司星期一已启动内部调查。知情人士称，初步了解事故原因系机组成员矛盾导致。浦东机场一载人客机应急滑梯被放出，星期二30日冲上微博热搜。29号晚上，一架载有旅客的东航客机在浦东机场停机坪上突然放出应急滑梯，画面曝光之后引发了热议。有知情人士称，背后原因疑似是机组成员矛盾。目前，东航方面已展开内部调查，确认具体原因后将依法依规处理。事发飞机为一架空客 A320，当时已完成一趟从西安到上海浦东的航班，滑梯释放时机上尚有旅客。有知情人士透露，初步了解到是机组成员矛盾所致。东航官方发布相关致歉称，此事发生在航班过站准备期间，经迅速处置，旅客得到正常保障。据介绍，非撤离情况下，空乘释放滑梯包的情况相当少见。正常情况下，飞机落地之后开舱门之前，滑梯包都要处于预位状态，以应对突发情况。而此类应急滑梯的价值一般至少在10万元，释放后的更换工作也会产生不小损失。释放之后，它还要对它消气，然后呢，救援要对它进行检查，看看有没有出现破损，有没有出现问题。检查完之后，然后你还要把它叠起来，叠得非常小，这个人命关天的事情，所以这个过程很复杂。目前，该客机已恢复正常运营，东航方面也已启动内部调查，将依法依规进行处理。法律人士评论称，如果有证据显示涉事人员是出于发泄个人情绪，在明知行为后果的前提下故意释放应急滑梯，应当以故意毁坏财物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据《新京报》星期二引述机场一知情人士说，涉事客机是一架空客 A320 客机。知情人士还称，初步了解系机组成员矛盾导致应急滑梯被放出。涉事客机上载有抵达浦东机场的乘客，该事件导致涉事客机暂时退出运营。东航星期二下午通过官方微博发布消息称，公司西安至上海航班在过站准备期间滑梯释放，公司按程序迅速处置，该航班旅客正常保障，公司对此深表歉意，正对事件进行进一步调查。公司将根据调查结果，依法依规进行处理。据民航知情人士称，据说此事是因为机组同事矛盾，一位空姐自己打开释放掉滑梯后，还跳了下去，甚至当时飞机还没有关车。目前，东航还在进行调查，会有一个流程，因为还涉及到安全，要上报到民航局。知情者还透露，涉事的空姐已经飞了10年了，据说情绪平常就不是很稳定。至于会不会连累整个机组被处分，要看航司怎么处理。因为这件事比较特殊，涉事空姐的行为带有主观性。网传截图显示，该空姐姓郑，曾在朋友圈发文称，如果没有网开一面，那就只能背水一战。我干了我不想干但不得不干的事，就这样吧。东航近年来事故频发，公司管理极其混乱，且对关注安全的广大乘客缺乏应有交代。2023年12月3日，一架由上海虹桥飞往香港的东航客机疑似发动机火警紧急备降。12月9日，一架由上海浦东起飞前往伦敦的东航客机因机械故障返回上海浦东机场。如果将时间线进一步拉长，东航始终处于舆论漩涡中。2019年的 MU7894 航班备降武汉，2020年的 MU9717 航班返航昆明，以及2022年的 MU5735 客机坠毁等多起意外事故。东航是国内3大航空公司之一。根据东航提供的数据，2023年该公司全年飞行超234万小时，同比增长 108.3%， 旅客运输量 1.16 亿人次，同比增长 173.4%。 这意味着每天有将近32万人乘坐东航的航班。以此次事故来说，应急滑梯的非正常释放
看似偶然，实则暴露出东航内部管理的裂缝。如果事故果真起因于机组成员间的矛盾，就更加令人忧心。从常理而言，机组人员受过长期严格的专业训练，一方面要应对万里高空的各种风险和变数，一方面要用服务和真诚善待乘客。这不仅是一次物理性的损失，更是对航空安全文化根基的撼动。而且，东航机组人员发生矛盾已非第一次被曝光。2021年3月，深圳东海航空机长和乘务员在飞机上互殴的消息曾引发广泛关注。据当时网传消息，事发当天，在东海航空 DZ6297 航班南通至西安的航班上，机长与乘务员发生争执后互殴，机长将乘务长手打骨折，乘务长把机长门牙敲掉半颗。此事经舆论曝光后，涉事航空公司和相关管理部门介入调查，涉事机长张某某和乘务员杨某某被终身停飞。之后两人均涉嫌以暴力危及飞行安全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2023年8月3日，网友反映烟台机场东航一机长因没能坐上机组车辱骂乘务长，知情人称机长一度想动手打人。人祸往往源于对规则的漠视和对责任的逃避，连续发生类似事件，恐怕就不能仅仅归咎于个别机组人员的素质问题。为何东航在平时的培训和管理中未能及时发现并化解这种潜在的风险，让情绪不稳定甚至失控的机组人员操控飞机，置整个航班乘客的身家安全于何地？好啦，小伙伴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希望大家喜欢，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并分享您的看法。我们下期再见。